你这人真是太可恶了，怎么可以乱闯人家女子的闺房？已经好心让你们住下了，谁知道你是人面兽心，企图不轨。误会，完全误会。你还不快滚出去！是。回来，我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让你这么看见一丝不挂，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那这样好了，小姐，如果不嫌弃，我们两个就……我的名字叫聂云鹏，只是个进京赶考的书生。可在回家的路上，老天却让我卷入了上一代人与女鬼的恩怨中。这天，我和书童大宝赶路时，发现河边站着一个女子。我见她一副想寻短见的样子，就上前劝说。这女子没有反应，大宝提醒我，说不定是来找替死鬼的啊！真像鬼啊！果然如同大宝所说，这个女人叫冯爱娇。20年前，他们全家被歹徒所害，如今她怨气难消，要找到仇人为家人报仇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我和大宝见前面有户住家，就上前投诉。小姐，我们是过路的，在这荒山野洼迷了路，想在府上打搅一宿。经过主人同意后，我们两个就住进了偏房。半夜我被一阵狼吼声惊醒，我发现隔壁房间没有关门，就进来查看。令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这居然是主家小姐的闺房，居然偷看被人抓住。那我只能将计就计，小生姓聂，叫聂云鹏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。得知对方叫封阿奴后，我就把她娶回了家。亲朋好友都对我突然娶的媳妇儿十分好奇。我们要看新娘子长得怎么样。这个新娘子连我都没见过呢。大家别着急，是丑的还是俊的，等他们3招一过，总得让大家见见面的。次日一早，家里的亲戚就上门要看新娘子，我突然感到内急，就去了厕所。与此同时，阿奴也梳妆打扮完成出来了。我见到阿奴的相貌以后，他们都大惊失色，慌忙逃走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见人都走了，我以为是阿奴怠慢了他们，于是便登门道歉。二叔好像要说点什么，却被二婶打断。哎呀，没什么。他表示只是不想打扰我们小两口，所以才离开。说着，二婶就让下人把给我做的新衣服拿了过来。让裁缝赶工做了件袍子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穿穿看合不合身。我丝毫没有怀疑，就把衣服穿上。当我走后，二婶才得意洋洋地说，这是从太乙山人那里学来的办法，只要袍子里的钟馗遇到鬼就会显灵。回到家后，我见阿奴的脸色不对劲，急忙追了出来。见他难过的样子，我还以为阿奴是在想念死去的父母，心里难过，便上前好心安慰。可就在我靠近阿奴时，背后突然冒出一阵诡异的红烟，衣服里的图案竟瞬间化身成了真正的钟馗。只见钟馗手持宝剑，发出一阵狂笑，身形还在不断变大。阿奴见状，急忙用法术迷住我，然后灵魂突然出窍。他知道这只是钟馗的一缕化身，想要和他斗一斗。可钟馗始终是鬼怪的克星，他好几次险些被钟馗的大脚给活活踩死。情急之下，阿奴赶紧灵魂归位，让我把身上的袍子脱掉。我虽然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照他说的，把衣服丢到了后院。随后，阿奴赶紧拿来油灯，一把火就烧掉了那件袍子。伴随着一阵浓烈的浓烟，钟馗的身影渐渐消失不见。见到这么诡异的一幕，我强行解释道：“这衣服烧掉了，还冒出一股红烟啊，恐怕是我妈妈生气了。我们该去她老人家坟上拜祭一下，你不去啊？”我怕见坟墓。见阿奴不愿意去，我只好带着书童来拜祭父母。可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，被一个叫太乙山人的道长拦住。慢着，我看你印堂灰暗，人中肤浅，三司神不在其位，一定是被鬼所迷啊！我被鬼迷了。起初我还以为是老道士招摇撞骗，他却把我带回了道观，然后让女儿拿出了一幅画像。我仔细端详，发现画里的女人跟阿奴有8分相似。就在我疑惑之际，老道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原来画中的女子叫冯爱娇，在20年前，她的父母带着大量家财路过时被强盗拦截，他们不仅抢劫财物，而且杀害了冯爱娇的家人。最后，就连躲在一旁的冯爱娇也被他们发现。就这样，冯爱娇受辱而死，死的时候一丝不挂。可现在那几个强盗已经变成了当地富翁，没人再敢揭发他们。我想知道当年杀害冯爱娇的凶手到底是谁，可老道士还在卖关子，
只是说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他还特意提醒我，鬼在睡觉的时候会保持他死前的样子，让我多留意身边的人。看我一脸不信的样子，就让女儿去拿引鬼箫来证明给我看，只要在坟地里吹响，就可以把鬼引过来。而刚刚引鬼箫已经被大宝拿走，出于好奇心，大宝就拿着引鬼箫来到门口的乱葬岗做实验。很快，冯爱娇的鬼魂就被他吸引了出来。大宝见到飘荡在他身边的鬼影，当场就被吓尿。随后他赶紧逃回道观报信。老道士得知情况后，拉起我就要给我表演他的道法。只见他撒出4张灵符，召唤出4个鬼差来帮忙捉拿冯爱娇。可没想到他只是短暂的慌乱，然后纵身一跃向老道士的方向飞去。老道士只能无奈地说，他的道行很高。我很是疑惑，这个冯爱娇到底是不是我的妻子阿奴？这次老道士给了我肯定的答复。临走时，老道教给我一段晦涩难懂的咒语，可以用来让鬼现出原形。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咬破自己的手臂，用热血对付鬼魂。回家以后，我发现阿奴睡觉的时候总是一丝不挂，不由得想起了老道士的话。这个冯爱娇临死的时候被那些强盗剥光了衣服，一丝不挂。一丝不挂。于是便开口询问，你睡觉为什么不喜欢穿衣服呢？那你睡觉为什么老爱仰脸朝天的呢？这是我的习惯吧。若你有习惯，就不许别人也有习惯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次日，为了验证阿奴到底是不是鬼，我便偷偷在他身边念起了咒语。可刚念了一半，我就发现阿奴有了反应。眼看他向我靠近，我急忙闭嘴，强装镇定。我是鬼吗？我会是鬼吗？我不怕，你是有影子的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却信了老道士80%。阿奴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快瞒不住了，于是他就展开了报复。第一个遭殃的就是当年害死他全家匪徒中的老大。次日，二叔和三叔得知这件事后，立刻就想到是当年他们害死的冯爱娇回来报复，于是他们集结了一群阳气重的童男，要把冯爱娇的坟墓刨开，将他的尸骨挫骨扬灰。这样一来，他应该就不能再出来报仇了。可等他们按照记忆找到冯爱娇坟墓的位置扒开后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三叔见状，认定阿奴是被女鬼附了身，只要把阿奴烧死，附在他身上的女鬼就不会再出现了。于是三叔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带着几个帮手把阿奴捆绑了起来，还通知了镇上的村民，让大家都去观看火烧女鬼。很快，阿奴就被三叔绑在一个木架子上。三叔在一旁不断怂恿众人，让大家点火把阿奴烧死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有一个年长的老者站了出来，他表示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这种事要请二郎真君定夺。在大家的祈祷下，二郎神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可二郎神还没有开口说话，三叔就迫不及待地自作主张，想要让人点火烧死阿奴。就在此时，我得到消息赶了过来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烧死？就让长者给我主持公道。于是众人再次跪下，祈求二郎神显灵，给出公正的判断。这次二郎神终于发话了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若不报，10成未到。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就是女鬼复仇天经地义，众人只好悻悻离去。到了晚上，阿奴不再犹豫，现出原形就去报仇。我也被猛然惊醒，才发现阿奴不在身边。此时的阿奴已经来到了二叔家，二叔被吓得失魂落魄。这时三叔带着一群人赶了过来，本想帮忙，可二叔却突然疯癫起来，朝着旁边的柱子一头撞了过去，当场死亡。如今当年参与杀害冯爱娇的强盗就只剩下三叔一人了。另一边，我在翻找柜子的时候，居然发现了冯爱娇的衣服。这下我可以确定冯爱娇就附身在阿奴身上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去向老道士求救，可他女儿却告诉我，老道士半夜才回来。为了不被怀疑，我决定回家等老道士。临走时，老道士的女儿给我了几张符，提醒道：他并不是来找你报仇的，你千万不要先去惹他。是。另一边，三叔找来村里童男，想用阳气保护自己，可伴随着冯爱娇的笑声，他的魂魄被勾了出来，不受控制的游荡在外面。当看到女鬼飘过来要索命时，三叔的魂魄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往家里跑。可为时已晚，只见女鬼打开一把扇子，一阵挥舞过后，就把三叔的魂魄
封印在了扇子里。没了魂魄的三叔宛如一个植物人，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大仇得报的冯爱娇满意的转身离开。回家以后，我担心阿奴会对自己不利，就把符咒贴了起来。果然，等阿奴靠近的时候，那些灵符突然散发出阵阵金光，阿奴被挡在屋外，怎么也进不去。他立刻就开始用鬼话蛊惑我。可经历过这么多事，我怎么还能相信他？见我无动于衷，阿奴恼羞成怒，显出了他本来的面目，顿时阴气大盛，直接强行推门而入。门口的灵符都无法阻挡他。见到这么惊悚的一幕，我想到了老道士教我的方法，直接吸了一口老血喷向对方。冯爱娇受不了阳气，又回到了阿奴的身体里。他急忙向我解释：相公，我虽然是冤鬼附身，但我并没有害过你，你为什么不念你我夫妻之情，帮那些坏人来害我？阿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说吧，我愿意救你。那把你袖子里的那把扇子烧掉，快点丢掉！随着扇子的烧毁，三叔也跟着魂飞魄散。就在冯爱娇为自己成功报仇感到开心的时候，老道士终于姗姗来迟。他看到屋里的情况，就要用镇魂铃对付冯爱娇。冯爱娇见势不妙，立刻逃走。我和老道士一路追到我与阿奴出狱的地方。此时的冯爱娇已经去转世投胎，而真正的阿奴醒来后却忘记了我。阿奴他确是个冤鬼，他心安了。那么我呢？到这里，我的这段经历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